上集说到，邓肯得出的结论是，想要战胜马哈特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芙莉莲听完，立刻宣布解散。休塔尔克连忙吐槽，至少让邓肯把话说完再决定。于是邓肯接着补充，虽然现在的他们无法战胜马哈特，但依照目前的状况来看，也同样不会输给他。所以他想从现有的情报中找出能够取胜的方法。芙莉莲听后有些疑惑，询问所谓不会输是什么意思。邓肯则反问，芙莉莲曾经与马哈特交手过，应该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自己现在还能活着吧？芙莉莲承认确实如此，因为马哈特的魔力探知能覆盖整个黄金箱，而且精准到连他都很难骗过。那为什么邓肯能进入结界扫墓之后还能平安离开？邓肯解释道，其实当时马哈特早就察觉到自己的存在，但最后却选择放过他。至少目前来看，马哈特并没有打算杀死自己。芙莉莲却认为邓肯太过自信，听起来就像他非常了解马哈特一样，但邓肯表示原因非常复杂，必须从黄金箱和马哈特现在的状态开始说起。50年前，大陆魔法协会在成立不久后，就将马哈特封印在城塞都市唯一则之中。虽然封印本身算是成功，但协会之后的处理方式却十分消极，除了维持结界以外，并没有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。因此，前任结界管理者莱尔恩才会以个人名义进行调查，而艾迪路则把当时的调查内容以及以交付的方式交给邓肯。随后，邓肯就开始讲述那些记忆内容，但最先出现的画面却是艾迪路在街上看到拉比涅拿着可爱的面包，于是他也跟住跑去面包店。面对一整排新出的面包，艾迪路一时却不知道该选哪个，但莱尔恩这时却让店员每一种都拿一个，这举动顿时让艾迪路忍不住惊呼道：“有钱人！”休塔尔克听到这里忍不住打断，表示这种记忆真的有必要说吗？芙莉莲则解释，记忆交付本来就是非常复杂的魔法，很难精准指定内容，通常会优先传递印象最深的记忆，不过这部分确实没有什么参考价值。于是邓肯继续说下去，莱尔恩随后就把面包送给了艾迪路，并说出自己想以个人名义委托他帮忙，而之所以会找上他，是因为在现在的一级魔法史之中，并没有比他更擅长精神领域的人了。艾迪路听后问道，不是还有梅特戴吗？莱尔恩这才解释道，梅特戴并不能算是精神领域的专家。接着在艾迪路追问之下，他才知道委托内容和黄金箱有关，于是立刻提醒，精神魔法只能对人类有效，对魔族几乎没有作用，因为魔族的思考方式和人类完全不同，自己根本无法与他们产生共鸣，自然也无法干涉并控制他们。莱尔恩表示自己知道这一点，但这次并不是要他去控制魔族。接着他把艾迪路带到另一个地方，只见中央摆放着一个石环。莱尔恩拿起石环说明，这是在神话时代由贤者艾维西制作的支配石环，事实上唯一能够干涉魔族内心的魔导具，而他手上的只是复制品。当年的唯一则领主就是利用这个支配石环控制马哈特，藉由马哈特的黄金魔法换取庞大的财富，但最后马哈特反抗成功，整座唯一则都市也因此变成了如今的黄金乡。而根据少数黄金乡的生还者提供的情报，马哈特至今为止都还佩戴着支配石环，因此莱尔恩推测，可能是石环本身出现了某种故障。虽然现在手上的只是复制品，并没有控制魔族的能力，但其中刻下的术式与本体完全相同。而艾迪路身为精神领域的专家，就算无法理解魔族的内心，也应该能解析这个术式的构造。莱尔恩相信支配石环一定能成为将来击败马哈特的关键线索。之后两人便一起动身前往黄金乡。在途中，莱尔恩告诉艾迪路，一级魔法使塔奥已经率领几名2级魔法使提前进入调查，相信他们一定能带回些有用的情报。然而当两人抵达约定地点时，却看到一名少女身受重伤倒在地上。对方在看到莱尔恩之后，立刻表明自己是2级魔法使的一员，并说他们在黄金乡内遭遇了马哈特，战斗几乎是在一瞬间就结束了，他们甚至来不及施展魔法就全部被斩杀。莱尔恩听完后虽然震惊，但立刻意识到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马哈特为什么会特地让他活着回来，但少女自己也不知道原因。而就在这时，她的手臂突然开始逐渐变成黄金。莱尔恩急忙让艾迪路读取记忆，但还是慢了一步，只是一瞬间那名少女便完全化为黄金。莱尔恩这才明白，这是马哈特刻意留下的传话方式，用来警告所有想接近黄金乡的人。之后艾迪路来到悬崖边，看住远方的黄金乡，表示这座结界环绕着非常强大的认知阻碍魔法，一般人恐怕连黄金乡的存在都看不到。莱尔恩开口解释道，黄金本身会激起人类对财富的欲望，如果太过显眼，只会带来更多麻烦。虽然附近的居民早就搬离，但仍然有人会为了黄金特地前来。然而这结界本来就是为了防止魔族进出，因此并不会完全阻挡人类的进入，所以那些自愿闯入的人并不会受到影响，只是这些人的下场通常都不怎么好。说到这里，莱尔恩注意到地上掉着一颗金苹果，他将苹果捡起来，表示如果这里的黄金流入市场的话，一定会引发混乱。不过幸好马哈特用魔法变成的黄金与普通黄金不同，这种黄金无法被破坏，
就算在极高温或极高压之下也不会变形，这才避免了这些黄金流入市场。接着莱尔恩带着艾迪路前往了某个村庄，表示在进入黄金乡之前，想先带他去见一个人。那个人曾经在维伊泽领主手下当过佣人，当年因为刚好外出到临近城镇，才侥幸躲过都市变成黄金的灾难。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全部经过，但莱尔恩认为他一定知道与马哈特有关的重要情报，只是因为年纪已经很大，对当年的记忆变得模糊，所以需要艾迪路用魔法提取记忆。艾迪路听完后询问他当佣人当了多久，在得知整整20年之后，他表示这段时间太长，必须缩小提取记忆的范围才行。莱尔恩于是补充说，60年前他曾亲眼看见领主将支配十环交给马哈特的瞬间，这段记忆就是他们这次最小确认的内容。艾迪路随后开始提取记忆，很快就看到了当年的画面。只见马哈特单膝跪在地上，维伊泽的领主亲手将支配十环戴在他的手上，并下达命令，要求马哈特必须永远服从维伊泽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，绝对不能对维伊泽的人民产生恶意，如果一旦产生恶意，就必须立刻结束自己的性命。艾迪路结束记忆读取后，把内容告诉莱尔恩，吐槽到领主当年下达的命令居然不是具体的行动限制，而是要求马哈特不能对人民怀有恶意。一旁的老人听后不太理解，询问这样的命令有什么问题。艾迪路解释，如果是对人类自然没问题，但马哈特并不是人类，而是魔族。说完之后，他就准备离开了。但在离开之前，他又问了最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当年领主为什么要支配马哈特？老人回答，听说领主是为了透过马哈特获取庞大的财富。艾迪路没有再多说什么，随后便和莱尔恩一起前往黄金乡。在途中，他询问莱尔恩有没有发现其中矛盾的地方。莱尔恩也立刻明白他的意思，如果领主真的是为了无尽的财富而控制马哈特，那整件事反而变得很奇怪。因为黄金之所以有价值，是因为稀有，而且能被加工成货币或饰品，即使国家灭亡也能重新流通。但马哈特变出来的黄金无法加工，自然也无法成为真正有价值的资产，所以单纯为了财富这个理由明显说不通。看来想要知道真相，就只能亲自进入黄金乡调查了。两人很快就踏入结界之中，眼前出现大量被黄金尖刺贯穿的尸体。莱尔恩一眼就认出，那些人正是自己先前请来的协助者以及闯入这里的入侵者。很明显，这是马哈特用来警告外人的手段。但两人并没有停下脚步，继续往里面前进。就在他们深入不久，一股强烈的压迫感突然从背后传来，马哈特的身影出现在两人身后。莱尔恩立刻挡在艾迪路前面，带着调侃的语气说，明明两人都很擅长隐藏气息，没想到还是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马哈特冷冷地回应，你们本来只要转身离开就能活命，但你们依旧选择闯进来，那就只能让装饰在这里的尸体再多2具了。莱尔恩反而平静地回话，看起来你对战斗并没有什么兴趣。马哈特则表示自己本来就不喜欢与人争斗，所以才会用最残忍的方式杀死入侵者，然后把他们变成黄金挂在这里。大多数人在看到这些尸体之后都会选择离开，但如果还有人不知死活继续前进，那自己就只能动手了。话音刚落，马哈特手中就已经多了一把刀刃。莱尔恩立刻出手攻击，但攻击却被马哈特轻松挡下。莱尔恩见状，缓缓开口表示，不知死活吗？那还真是自己的荣幸，这还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被人这样称赞。就这样，莱尔恩与马哈特的战斗正式展开。